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沈频道收看这期的节目。我们不停在讲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差，有各种各样的迹象表明中国在开倒车，回到过去的改革开放之前的年代。但是很多人就骂我们说你们在唱衰中国，整天说中国要崩溃了。可是问题在于，我们每次说的时候都拿出真凭实据，所有的数据所有的现象都摆出来，难道这里边有一个是错的，有一个是编造的吗？所以我们给出这样的结论是有理有据的。有一位在海外的华人回到中国自己的老家，结果遭到了刁难。他在网上写了一段话，他感觉现在中国真的跟西方世界越来越脱钩了。我们看看他经历了什么。他说回家的路越来越不方便了。南京某个酒店据说接到了上级指示，强行让所有拿外国护照入住的客人手持护照靠着墙拍张头像。他说这让我立即联想到了犯人入监狱时的照片，于是我拒绝。你可以拍我照片，也可以扫描我的护照签证，但是我就不想拍手持护照的照片。他说本来我内心还有点纠结，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曾想酒店经理态度很嚣张，说不拍就不让我走，或者把我弄到当地派出所去。我针锋相对，我又没犯法，我就不信你敢强迫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儿。但是没想到这事儿因为他的拒绝，一路从派出所、玄武公安分局报告到了南京市公安局。说半个小时之后，公安局就给他打电话了，说酒店违规操作，客人不愿意可以不拍这样的照片。这时候酒店经理特别的错愕，给我看了几十张这样的照片，我看得出他感到自己很委屈。然后南京的朋友就开玩笑说，谢谢你为南京人民做了件好事儿，希望以后我们贷款也不用手持身份证拍照了。很多人担心各种各样的疫情后遗症，我更担心的是疫情过后故乡的月亮渐渐照不到游子的窗前。其实这件事情最后还是有一个完美的解决，他最后没有手持护照拍照，因为他的坚持。毕竟上边也想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这么拧，而且他又是美国国籍，不想把这事搞大。但问题是居然出现了让外国人拿着护照靠墙拍照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且是上级要求的行为，连这个经理都觉得很委屈。你要求我这么做，有人不听话啊，然后你报告上去，官方又说可以不这么做，那经理确实得一脸错愕，到底怎么回事？其实这件事情很明显就是上级部门为了完成更高一级的要求跟指令，他就是自己设置了这个规定。但是这个规定呢，因为它是严重的侵犯人权，而且侵犯的是外国人的人权，它就容易惹出事端。有些人他不像中国人那么好管啊，让中国人站成一排，他们就真站成一排了。但是其中有外国护照的人，他就敢去拒绝，因为他背后有个强大的祖国。我不知道他的国籍是哪个，有可能是美国国籍，我怀疑。总之就是这个国家肯定能罩着他，他觉得自己是美国公民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而这个国家是尊重人权的，所以他的人权即使到了中国也被他的国家所保护，所以他才敢这样去针锋相对。因为他知道如果公安局的人找他麻烦的话，那就不得不要跟大使馆跟外交部门打交道，而这件事情本身说实话政府也不太在理，所以他才敢去这么说。如果这个人没有外国护照呢，那中国人不都是天天的这个老老实实的被管教，随意的被侵犯人权吗？如果这件事情都已经发生在外国人身上了，说明这个国家开始在收紧国家安全的管控，对所有来自外国的人都充满着怀疑的眼光，就是觉得你可能是间谍，你可能对我们国家安全不利。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他的政权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紧张，他们越来越没有自信，他们担心来中国的人是不怀好意的，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是要颠覆这个政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现在开始收紧互联网的言论管控，开始打击民间资本和外资，目的都是这个，就是维持这个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而这种独裁统治现在因为经济的下行，可调用资源越来越少，然后经济压力，民怨沸腾，就是在这种时刻他才可能去走极端。比方说否定过去改革开放的一些政策，开始回到过去那种社会主义，打土豪分田地，然后抓汉奸，抓反革命分子，不管是民间的群众批斗啊，还是官方的电视认罪啊，这一系列的骚操作都开始出现了。比方说就在这2天，中国警方突击了恒大集团的财富管理部门，
抓捕了相关的工作人员。深圳警方宣布，公安机关对恒大金融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杜某等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这个说法是非常严重的，他既提到了犯罪嫌疑人，又提到了刑事强制措施，这是要判刑的节奏，这不是说带走调查这么简单了。说明共产党现在已经决定要对恒大动手了，也说明了他现在需要去通过这种动作来震慑金融相关的行业，这也导致金融行业人心惶惶。就是你虽然可能是因为资金链断裂，或者遇到一些经济困难，你觉得就是不行就跑路算了啊，但问题是你的这种经济困难直接导致的是社会的不稳定，导致是共产党的政权的瓦解，或者说对他们的威胁。所以这就升级到了一个国家安全的程度，就不光是说你这一个企业的经营问题了，这涉及到国家安全了，那所有人都可能要刑事责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些金融行业他们真的是很危险，这也说明金融行业的困境直接动摇了国本。所以共产党要把这个拔高，把这个金融问题、企业经营问题给拔高到国家安全层面，这很明显是杀一儆百。那你说这些经营者他们会不会觉得很冤？过去你给我放贷的，你支持我扩张的，然后现在你突然收紧银行贷款，让我资金链一下子断裂之后呢，我就只能是爆雷了。我爆雷之后，你还要抓我。共产党通过这种放贷，通过这种扶持这些企业壮大扩张，他们是可以赚到很多钱。但是现在经济撑不下去了，然后开始找替罪羊这些企业都变成替罪羊了。当然你说他们冤枉吗？也不算冤枉他们过去不停的扩张，不停的借贷，早晚有一天要爆掉的吧。但是他觉得后面有政府撑腰没关系，但你怎么知道政府会一直撑你的腰？你给政府赚钱，他能撑你的腰，你现在赚不到钱了，而且带来危害了，他为什么要给你撑腰？他现在要的是想办法撇清政府的责任都是这家企业弄的问题，跟我们政府没关系跟我的政府的政策也没关系，这跟我们不停的之前让房地产做大，给房地产吹气儿没关系，这都是这些企业自己搞的问题是恒大自己的野心贪婪，所以说要抓他们，然后说他们是诈骗犯。问题是谁是最大的诈骗犯？谁是最大的割韭菜的人？不就是政府的官员这些当权者吗？谁把大头挣走的？当然是这个政府了。企业一直是政府的夜壶而已，用完即弃。现在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说到中国要跟西方对抗，要维持这个政权的团结和稳定，那么他们需要有帮手。因为过去在面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时候，中国有个靠山就是苏联它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这样的话才能够有底气跟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去对抗。所以说他现在还是需要有靠山，需要有集结自己的势力。当然中国借着俄罗斯陷入到这个俄乌战争的泥沼当中，所以说借此机会增加了在俄罗斯面前的这个分量和说服力、影响力。所以在目前看来俄罗斯越来越需要中国。但是我们还是要清楚，虽然俄罗斯越来越需要中国，那是一个正在陷入困境的黑帮老大，更需要左膀右臂的支持。不要以为现在中国变成老大了，然后俄罗斯变成小弟了，不是这么回事。OK， 俄罗斯还是老大，中国还是小弟，还是俄罗斯小弟，只不过这个小弟的分量越来越重了，这个老大更注重这个小弟了，更需要这个小弟的帮助了，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在9月19号，中国外长王毅飞到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了会谈。王毅还赞扬了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战略合作，并且对多极世界和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的共同承诺他真的好意思说支持一个侵略者，然后却大谈公平正义。半岛电视台报道说，中方指责美国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来延长战争时间，这种说法真的是笑掉大牙。这个逻辑就是颠倒黑白，不分是非。那当年日本侵华，美国大量的援助中国很多武器装备，甚至派出飞虎队。但这算不算是按照今天中国的这个逻辑这是在提供武器延长战争时间？你还不如让日本都占了算了，战争不就结束了吗？这就是现在中国政府的逻辑。你听着荒谬不荒谬？而就在王毅访问莫斯科前一天，而正好是金正恩去俄罗斯访问了6天，就是这几个国家现在正在结盟，我们看的是一清二楚。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还有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也来了，也到中国来了。所以你看这几个国家的联盟，这就形成一个新的国际体系。这个国际体系强调的是内部的这种贸易上的支持，互相支持，然后在国际舞台上，在联合国的这个框架之内对西方的抗衡。
这几个国家联合起来形成这个阵营，然后再拉拢其他的一些小国，比如说亚非拉的一些小国，共同的对抗欧美世界，反对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指责和对这些国家的制裁。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已经在进入到一个冷战时代，新冷战时代，而这个时代会有很多过去那个冷战时代的影子，你会看到很多现象似曾相识。而今天美国在做什么呢？美国在围堵，在制裁，但问题是他现在仍然不能够全力以赴。首先这个阵营与阵营之间的对抗就很复杂了，它不是两个国家的之间的对抗，所以就牵扯到其他的国家。就是当你对付中国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还得分出一部分精力对抗俄罗斯，还来帮助乌克兰，对吧？然后呢，你在对抗他们的时候呢，你还得想办法拉其他的盟友加入你，所以这是个非常复杂的工作。所以说现在美国还没有完全的做好跟中国彻底撕破脸的这样的准备啊，而且双方的贸易额还这么庞大，你还有这么多的依赖中国制造的企业，那怎么办呢？所以说美国只能先跟你试图缓和，就是在我不断的加强制裁围堵的时候，现在还跟你这个尽可能的不要撕破脸，因为撕破脸我也没有准备，对吧？中国呢，同样的也是还没有做好这个终极的对抗准备。我相信最近这1-2年他也没有实力和意愿去武统台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有这种需求跟美国缓和一下局势啊，都是在 buy time， 都是在这个拖延时间，拖延最后终极大战的时间。所以这就为什么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上个周末在欧洲和王毅见面了。这次见面是一次秘密会谈，双方的说法是我们见面为了 manage the relationship 啊，就是我们要管理一下我们目前紧张的关系，其实就是不要让这个紧张关系进一步的扩大，进一步的发酵，最后导致我们必须兵戎相见。现在还没到那个时候，我也没准备好，你也没准备好，咱们回家各自再准备准备哈，自己再搜罗一下家里的一些武器装备，再拉拢一些盟友，对吧？它其实是在朝这个方向走的过程中，双方都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暂时需求，都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但是呢又知道这是必然的，这是现在走向的一个目标，这就是他们见面的原因。所以我们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其实中美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中美新冷战走向进一步的高潮也是必然的，而且就在未来几年就会达成。特别是一边当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差啊，习近平的这个政权越来越不稳，然后另外一边呢是美国，那可能要换届啊，选出另外一个更强硬的一个姿态的领袖。总之你会看到中国对西方的知识产权的侵害，对吧？然后南海的扩张，对台湾的威胁，这都不会减轻。当这些实际动作不减轻的时候，你见多少次面也不是真正的缓和，只不过是在拖延时间而已。那么中国现在加紧在干嘛啊？刚才我讲到了拉拢盟友，然后对内的集权，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清理门户。之前习近平不停的清理火箭军，包括现在国防部长李尚福也失踪，对吧？外交部长秦刚失踪，对吧？都在清理门户。那最新的消息被美国媒体证实，秦刚确实出事了，这几乎没有悬念啊。而出事的原因或者是导火索呢，恰巧就是我们之前所判断的，也是外界传的跟凤凰卫视记者的婚外情。那这个事情几乎已经被证实了啊！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他们从中国高级官员那里获知，中共内部调查已经发现，秦刚在担任中国驻美最高使节期间一直有婚外情，而且在美国还有一个私生子。他说，目前调查的重点是秦刚的行为是否危及了国家安全。我们有时候会谈论到一些花边新闻，一些小道消息啊，但是我们都是有判断的。就是小道消息，第一我们不会去故意去编，第二就是我们要看来源，第三就是它是否符合逻辑，是否有可行性，是否满足一些客观条件。如果这都满足的话，我们可以去谈这个小道消息，因为它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是我们跟那些听窗师啊，他们完全没有任何分辨，只要拿来一个事儿就讲什么习近平被软禁了这个那个的，这是我们跟他们的最大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有自己基本的判断的，对一个特别是对这种花边新闻来讲啊，这种小道消息来讲，而关于秦刚跟傅小田的这个事情，有太多的迹象，太多的蛛丝马迹都证实这一点。这之前我们也做过详尽的分析，现在终于尘埃落定。那么当然，像秦刚这样的一个职位，他有没有婚外情，有没有私生子，这不构成
他被抓的理由，我之前打过比喻，跟张高丽的这个彭帅事件一样。但是秦刚的问题在于，他触及到了外交。现在外交可是对共产党来讲是战场，是斗争的重要阵地，这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秦刚的职位也是如此之重要，然后他在美国养小三儿，又有私生子，定居生活在美国的话，那就涉及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政府了。美国如果掌握他的这个把柄，会不会以此为要挟，要他提供一些什么秘密的情报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不仅仅单单的是他的个人私德问题了，这直接上升到你的工作是不是受到影响，而且你的工作又如此之重要，甚至还是习近平提拔上来的人，爱你的人才伤你最深。你身边的亲信，他如果背叛的话，比那个你早就知道他是敌人，对你的伤害更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秦刚失踪被调查，非常符合共产党维护自身最高利益的一个政治需求。总之，中西方之间会继续的脱钩，在中国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离奇事件，上到最高层，各种内斗、各种阴谋、各种大清洗，然后下至普通百姓，过去感觉到已经有了一些自由的经济生活上的空间，也会遭到政府的干涉和压迫。更何况在国际舞台上，两大阵营之间也会摩擦不断，甚至导致擦枪走火。我们现在在见证一个新的冷战时代到来。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